用点心，这点心自己动手最开心。欢迎收看今天用点心，这点心，我是主持人尾鱼。今天啊，尾鱼的心情非常的兴奋，因为我邀请到这位啊，其实我认识他很久了，但是他非常的难约，有一段时间呢太忙了，但今天终于邀请到，而且呢，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因为啊，我自己的小秘密是我女儿人生第一口面包就是这位老师之手耶，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面包职人吴克吉老师。Hello， 喂，好，大家好，我是吴克吉。哇，好难约，好难约，好久不见了。对，但是大家可能观众看到克吉老师就会开始立正，因为代表说今天要做的东西可能就稍微有一点难度，对不对？对。对，可是其实克吉老师啊，之前也有来过，也有教我们，然后真的有观众也有说他成功在家里做，而且今天克吉老师要把就是你自己有一家面包店嘛，对不对？就是要把安德尼斯的秘密的招牌吐司配方，你要公布给大家吗？对，这款吐司的话，我们是今年去年11月推出来的。对，然后其实就是单价会稍微高一点，所以我一开始我会认为它可能不是那么好卖，但是现在都是很快就卖光了。对，就是这一款厉害的生吐司，好，最近很红哦。待会我们再来好好聊聊。不过先来看看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一款厉害的生吐司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咯？日本高级生吐司中种面团的材料有高筋面粉480克、盐1.6克、水272克、新鲜酵母12克。本种面团的材料有高筋面粉320克、盐14.4克、糖96克、新鲜酵母4克、炼乳40克、鲜奶油40克、奶油40克、冰水224克，种种面团。生吐司，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口感，它的那个吐司边是软的。对。那软的情况下，我们用隔夜冷藏发酵的中种法，那你的吐司边就会更软。哦。对，所以我们必须在前一天晚上，那我们把这个中种先搅拌起来之后，冰在冰箱1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再来去做它的搅拌。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处理中种面团。然后中种面团的话，我们就是会有这个面粉，我们把它倒进去。好 ，OK， 面粉的部分。那中种的部分的话，我们在搅的过程中，它的水量会稍微偏少。所以面团会比较硬一点。那你也不一定要用搅拌机哦，就是你也可以用手去把它搅均匀就好了。好。那配方中有这个就是新鲜酵母的部分。那如果你这个配方要用干酵母的话，请选择用高糖干酵母。高糖。对，因为今天的配方糖的含量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用高糖干酵母就会好。好，水的话呢，因为我们是中种法的关系，我要它充分的发酵，水用常温水就好了。对，就不是用冰水哦。好，那水的话就是一次加，全部加。是。那家用搅拌机的话，如果你的就是马力比较弱的话，你可以用桨状来搅。那我们这台的话是它是可以做面包的，那我们就用钩状来搅。钩状。对。好。那老师一边帮我们注意搅状况，我们一边来聊啊，就是这个生吐司，它为什么最近这么的夯？生吐司其实是日本有一家连锁店哦，它在日本有170家的连锁店。那当初那个创办人在做这个吐司的时候，他去了养老院，做那个吐司给老人分享这样子。那日本人吃吐司有一个习惯是，日本在吃吐司都要烤过。烤得酥酥的，这样吗？烤酥酥的，他发现很多老人那个边都不吃的，太硬了。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要做出一款吐司是让日本的消费者是不要烤，然后边也很软，然后什么都不要抹，单吃就好吃。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要去享受这一块吐司的原味，最纯粹的滋味。所以这款吐司的糖量会稍微高一点。那我们还添加了炼乳。那香气来说，还有它的柔软度来说，才会是很好的。稍微有成团了。对，因为中种的水量是偏少的，所以它很容易就成团。那这个阶段只要确认几件事情，没有酵母了。然后盐巴也都融进去了就可以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加一点点盐巴，对，是因为担心你放在冰箱里面可能会过头，所以加一点盐巴让它发酵比较稳定一点。对，所以它加一点点盐巴的用意在这边。好，是。好，那基本上不粘手，然后它已经成团，那你也看不到酵母了。
对，然后也看不到盐巴，对，盐巴比较难看到，但是酵母是看不到。好，那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如果你大概慢速搅拌大概4分钟左右，那可能中速大概在1分钟左右，其实就够了，就够了。那或者是说我们拿起来之后，那也可以在这桌上稍微再去揉一下就可以了，揉一下，再去揉一下。好。但这个我们刚刚说前一天做，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在冰箱充分的发酵。那如果我们在冰箱发酵的话，你一定要预留它一个长大的空间。它在冰箱里面其实发酵的状态也是比较强的。那当然我不可以现在就冰起来，因为现在你的酵母才刚刚开始要运作。那你可能让它发酵个15分钟，我们再冰到冰箱里面去。15分钟再冰。对，然后再来是冰箱大概是在5度C，是它对这个面团来说是最好的。好，所以这个是前一天准备的一个工序哦。但待会回来我们还有更多要完成这个极致生吐司的做法。休息一下，稍后持续回到有点心任性喽。好，那边呢，我们来看看哦，就是发酵前跟发酵后，因为老师有帮我们准备了，是昨天做的，对，前一晚，它其实有变大蛮多的，大概会长到2倍大左右，2倍大。哦，大概像这样，这是在冰箱冷藏的环境里面去发酵出来的哟。那我可以摸摸看它的，有比较软哎。对，因为它经过1个晚上的发酵的话，它的面筋会增加，然后就会让它的面筋会稍微软一点这样子。那怎么判断它发好了没有？第一个就是一定它是要长到2倍左右嘛。对。其实2倍我也看不太准，到底是不是2倍？那我们就要去剥开它。那我们把中间剥开的话，那它会有这个丝状。对，好像纤维的感觉。对，它会有这个丝状。对，那这个丝状的话，就代表你的发酵状态已经很良好了。那其实你可以靠在鼻子上稍微闻一下，它会有一个发酵的风味。好像有点甘甜的。对。那这个地方，如果你发酵的状态是有一点发酵的熟成味的话，那有点甘甜味的话，那其实发酵状态都整个很良好。那这个是冷藏中种，那我们开始搅本种的材料。那本种材料其实也蛮单纯的，就是面粉，然后这个是砂糖的部分，那还有一个是新鲜酵母，本种也加了一点点，是，然后盐巴是必要的，然后再来是炼乳，对，所以我们待会就先搅拌本种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缸子比较小一点，我把这个分好几球，不然它会喷出来。好，所以如果是面团要再加干性材料进去，我是面团先放在下面。是，那因为有些做面包的朋友他会先下湿性材料，他可能先从水开始加，那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好，然后面粉。盐巴可以先加，盐巴先加。那酵母的话，切记不要跟糖跟盐碰在一起就好了。因为我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我要再多次提醒大家，我们也复习一下。对，然后糖的话，糖跟盐可以放一起，但是不要跟酵母碰在一起，不要碰到酵母。好，炼乳的话，我们就直接倒进去。好，是。你看，我们离我们的生吐司又近了一步。对，其实不会太难哦。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吓到了，其实不会太难。而且你知道那个去排队一片有多贵吗？自己在家里做的成本，大家可以精算一下。不是我的店哦，不是我的店。对。好，水的话，我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加4/5。那你不用称，就稍微留一点点，后面再加就好。对，我也要帮老师澄清一下，他的店的面包的价钱真的会让你觉得哇，就像家里巷口的面包店，对不对？我的小小的梦想就是说，我的店很小，那你到我的店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全世界的面包。好想当你的邻居哦！我还去上海学大列巴，俄罗斯的面包。哇！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好。那水，因为我们留了1/5，所以这个水就可以慢慢加了。那这个慢速的时间大概抓3分钟左右。3分钟。那这个地方就可以加一点就好了。好，这个配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2种油。对，一种的话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是奶油的部分，我们用无盐奶油。那另外一种的话，我们用的是鲜奶油。对。那我觉得这2种油加进去的话，对于吐司的组织、柔软度，还有你切开那个光泽度来说，会更好。对，那这就是日本生吐司的秘密。秘密。
对，没关系啊，我们今天都公开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大概慢速3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转成中速，让面团可以稍微收一下。加油的时间点的话，我们通常是有一点点磨，我们就可以加了。对，那如果你太早加的话，有可能这些奶油会让你面团又分了好几块。对，那我们又再搅好多次，就是滑滑的、花花的。那你要花很多时间。那你的时间如果一长了，你面团温度就高了。是。家用搅拌机，我最好的建议就是保留一点点水，然后慢慢加，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加了。好。哦，而且面团有光泽度出来了。对，这一招我在德国学来的，因为德国面包很多都是后面加一点点水。那我运用在家用的搅拌机的话，我觉得很好，非常非常好。好，所以我们现在搅的差不多了。对，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面团已经变得一点点光滑了。对，那一点点光滑的情况下，面团应该都是往内收。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面团的状态。我们可以取一点点的面团。哇，好有弹性哦。对，然后它会开始有一点点的膜了，有没有看到？可是不是很薄，而且还是会破掉的。是。对。但只要有出膜的那一刻，只要出膜的这一刻，我们就可以把奶油跟鲜奶油加进去。好。我通常会鲜奶油先加，因为它是比较水状的。然后奶油的话就是随后就加。那奶油添加也有技巧，就是奶油的话最好是让它软化的奶油。就是奶油的部分是软化的，有可以手指可以压得下去。因为软化的奶油的话，我们面团在吸收会最快，会最快。那如果你的奶油太硬的话，那有可能我的面筋已经好了，我还有一点点奶油还没有吃进去，所以这一点要蛮重要的，这点蛮重要的。我觉得今天好多工作人员在做笔记，对，观众也在做笔记，哦，好多小，那没关系，影片可以回放，对，这就是我们好处的地方。好了，那鲜奶油稍微吃进去一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奶油也倒进去了。那奶油量也不多了，我们就一次加。好，所以老师，我们现在是用。也是要去调整它的速率。是我们大概就是用慢速的状态，让你的油就是慢慢吃进去。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转快速的话，有可能你的油就会被甩到那个缸的边边，那你就会吃不太到。对，那我们就是慢速就可以了。慢速，然后稍微推一下，推一下。那这个状态的话，我们就是等到完全的油都吃完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中速2分钟的时间，大约，然后把面筋搅到表面光滑。对，这个状态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奶油我们已经吃完了，那我们就可以转成就是速度快一点，中速左右。那这个阶段的话，就比较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面团的表面光泽度。对，好，我们就把它转成中速。好，几个方式可以判断你的面团好了。第一个方式是说你的搅拌缸很干净了，有没有看到？对，就好像旁边没有粘什么面团了。那第二个是你的缸子的底部也不粘面团了。所以搅拌缸底部也不粘面团的情况下，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你的表面已经在光滑了。对，光泽度也越来越多了。对，那第四个是就是你的面团拍打会有声音。那现在整个缸子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好，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你就可以用慢速稍微让它松弛一下。就很像我们在快跑的时候，那你到时候用走的，做一个缓和操。对，刚刚我们的面筋它在高速的时候，它的筋性比较紧。那我们现在用慢速稍微5到10秒钟，那反而会让你更好判断。好，那现在的面团已经非常非常的光滑。那我们就准备来做面筋的判断，这样子。好。要拉一小坨起来。那我这边稍微拉一下。好，那面筋已经就是有光滑状。对。你可以拉出很漂亮的膜了，有没有看到？哦，有透哦！你看我的手在后面，看得到。对，所以你可以拉出这个比较透的，而且它就不太会破了。是。对，那这个状态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准备来做发酵的部分。对。好，这边我们就是要把你所有打好的面团也要进行发酵。那也是准备一个，因为它也是会长大的。对的。
对，那你也是准备一个大于它的，对，大概大于它2倍的盆子这样子。你可以在桌子上稍微揉一下，再稍微或者是用折叠的方式，让你的面筋可以更亮。有没有看到？我每次再折叠一次就会更光滑一次。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面筋来说都是增加的。待会我们就稍微松弛个30分钟。对。你可以拿一块布，可以的话就稍微一点湿的布，那或者是说保鲜膜，再把它封好。等待30分钟，我们就可以分割了。好，那面团发酵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分割面团。那我们以250克，对，250克。那分割后我们会做滚圆的部分。那滚圆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太紧。我们越松的话，我待会松弛时间就会越快。松松的滚，老师你可以割一块，我跟你的动作一起试试看吗？我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真的在家里可以操作完成。如果我可以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好，那这块给你。好，那在滚圆的话，其实没有太复杂，就是把面团往里面收起来吗？对，就很像是把周围的面团往里面收，很像你在包东西。对，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子吗？对。其实手法要有点快然后这样子光滑就可以了。这样有及格吗？有的，表面光滑，其实基本上对于滚圆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那这边我们待会要让它进来，可是我们要介绍一下吐司模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因为这个吐司模是最新流行全黑的吐司模。那其实为什么要做全黑的？其实早期的吐司模这个不是黑色的，但是白铁色，对，白铁色。对，那你涂成黑的话，你的受热会更快，平均会缩短1/5的时间。可是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我们让它受热比较快。那这个是模的部分。是。烤箱呢？烤箱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挑有上下火的烤箱，那或者是风炉单一温度的。好。对，那我们待会在烤的时候，我们再来说明一下。好。OK。那我们准备来做，就是松弛10分钟后，准备来做它的整形。好。松弛10分钟之后，你发现你的面团已经稍微有点软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做整形的动作。以前其实我们都是把面团擀2次，那这一次的话，我第一次就是用排气的方式去排气，把里面的气拍出来。对，然后把它反过来。好，那我第一次折就是往中间折一半，上往下折。对，然后第2次就是往第2次的中间再一半。没有到底耶。对，就是。等一下哦，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你看，老师没有到底哦，还有留哦。对，那我们总共会折3次。那第3次就完全折起来。那其实这样就是我们所谓的第1次擀卷。但是以前我们擀卷的话，就是要擀很长，然后再卷下来。对。那这个完全会省下你很多时间。卷完第1次之后，我要卷第2次。要卷第2次。那其实为什么要卷2次哦？那你卷2次的话，你的口感组织会比较绵密。对，吐司就要吃那个一丝是，所以要比较绵密一点。好，那我们直接来做第2次的整形的话，就是排气，然后就往上推。好，这边稍微拉一下，变成长条形。对，那大概有多长哦？你大概要擀多长？我的判断方式就是一般的擀面棍的长度就好了。刚好。那我们把它反过来。好，那这个地方把它拉薄，然后把它顺着卷下来，松松的就好了，松松的，不压它。对，不要去压它。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入模，底线在下面，压在下面，拿底线把它放进去。好，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哦。是，那我们一个吐司盒会放2球。擀的时候要有技巧哦，就是说有些同学就是还没有排气就擀了。那我建议是你先把气体排出来，再去擀它。那会比较平均一点。好，因为是第2次哦，所以要把这个周边的气泡都给它排掉。那不要一次拉起来，分2次。分2次。对，因为你一次拉起来的话，有可能会被你拉扯到。然后下面就是按薄一点。对，然后上面就轻轻的卷下来，很轻。为什么要很轻哦？你很轻的话，如果你卷得太用力的话，它会很紧绷。好，那第2球就点进去。好，一模就是2球。那原则上我就会让它的空间是一样的。对，原则上是一样的。好，
可是我们等一下就看不到它喽，因为我们要让它盖起来发酵。那发酵的话，就是我建议就是在35到38度是最好的。那这个时候你把你的面团放到模具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烤箱了。对，那烤箱的话，我们今天设定的是上火是180度。180度。那下火的部分的话，就是到220度。待会要出炉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把盖子打开一点点，先看它的颜色是不是你喜欢的颜色。假设太白的话，再把它盖回去，再继续烤，也可以。好哦，这样我们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是的，我们刚出炉的生吐司可以吃呢。休息一下，稍后持续回到有点心嘴心喽。你知道现在充斥在我鼻腔里面满满的面包香吗？你看我们的吐司，对，就完成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剥开。大家应该现在很羡慕我吧？哦，你看整条吐司直接撕开，我们要看，你看，哇，一丝一丝的耶。那好的吐司的话，我建议就是要烤出这个白边，就是旁边的这个白边。对。待会我真的要来吃吃看了。不过在这之前，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步骤跟小提醒哦，我们先来带大家做一个总复习喽。日本高级生吐司中种面团的材料有高筋面粉480克、盐1.6克、水272克、新鲜酵母12克。本种面团的材料有高筋面粉320克、盐14.4克、糖96克、新鲜酵母4克、炼乳40克、鲜奶油40克、奶油40克、冰水224克。中种面团做法的部分，将中种面团的所有材料加入搅拌机，以慢速搅4分钟，再转中速搅1分钟。接着将做好的中种面团发酵15分钟之后，放入5度C 的冷藏中冷藏15小时备用。接着将高筋面粉、盐、糖、新鲜酵母、炼乳、冰水还有发酵好的中种面团用慢速搅打3分钟，再转中速打3分钟。接着放入鲜奶油跟奶油，继续慢速搅打3分钟之后，转中速搅打2分钟。取出，盖上湿布，发酵30分钟。将发酵好的面团分割并滚圆，发酵10分钟之后，整形放入吐司模，进行最后发酵60分钟。放入烤箱中，以上火180、下火220的温度烤约22分钟即完成。会跟你一般在吃吐司的吐司边会不太一样。就是很好咬，这个吐司边跟我吃到一般吐司这里面的部位的口感是一样的耶，好软好松哦。所以其实像我爸爸80岁啊，那他就很适合吃这样子，就是都很软。而且我觉得你就不会像那种小朋友都会一直只挖中间，你看吃到旁边你就完全不用费力，也是非常的软。对，这就是生吐司它特别的地方。哦，太梦幻了！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真的要试试看这样的一个生吐司。那其实也让我们学习到面包职人，他每一步都非常讲究、非常细致的过程了。今天谢谢柯杰老师，不会，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